Hello， 各位朋友，欢迎回到台湾家庭在德国。今天这集是长迪老师他们全家来我们家烤肉，顺便跟大家聊聊去德国人家里做客需要注意的一些事情。这些都是根据我个人的经验和观察，给大家参考一下咯。The taste of summer 待会长迪老师的儿子会弹钢琴，和我们家姐姐一起合奏。我们已经认识长迪老师他们家很久了，所以我们两边的小孩子算是一起长大的玩伴。他们家的老大比我们家姐姐小1岁，他们家的小女儿比弟弟大1岁，所以算是年纪相仿。在疫情之前，我们非常的常邀请他们来我们家做客，我们也会去他们家吃饭。就德国人对于朋友间的交往来说，能够请到家里，用心的为朋友做一顿饭，已经是德国人对于朋友最好的招待了。只有交情很好的朋友才会请来家里做客，如果只是交情一般的话，就不会找来家里。Nein, wir sind noch nicht bereit. Stopp. 因为长迪老师的老公 Wesley 他是吃素的，所以每次他们来我们家吃饭的时候，我们都会为他们准备素食的餐点。10几年前，他也曾经是姐姐芭蕾舞学校的舞团的舞者。他觉得吃素对于他作为一个舞者的状态，还有身体的健康有很大的帮助。长迪老师本来也没有吃素，他是从去年才开始吃素的。他跟我们分享说，今年春天他的过敏状态有很大的改善，有可能是因为他改吃素的关系。他们虽然吃素，但是他们都有吃海鲜。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如果你有机会去德国人家里吃饭的话，就算遇到自己不喜欢吃的东西，也可以大方婉拒，千万不要觉得不好意思。这个是 Loop 的 Mail 吗？对。烤了一面。这个是 Dorado， 这边是玉米。不需要勉强自己去吃不喜欢吃的东西。来我们家做客的德国人，不管是大人或小孩，他们都会很坦然地告诉我们喜欢吃什么，还有不喜欢吃什么。像刚刚老公问长迪老师要不要加芥末酱，他就说先不要加。我刚背耶。长迪老师他们都很喜欢吃海鲜。我们特别去 Fishcock 买了100多块的海鲜作为今天的主角。看起来好棒哦！对于我们刚认识的德国朋友，比如说像是小孩子好朋友的父母，如果想要跟对方有更多的互动跟来往的话，通常我们第一次都会请对方来家里喝咖啡吃蛋糕，因为第一次请人来家里吃饭有一点太过隆重了。大部分的德国人不分男女老幼都还蛮喜欢喝咖啡吃蛋糕的。
周末的时候约对方来家里咖啡 drinking， 算是一个蛮好的开始。如果觉得相处起来还不错的话，可以再约来家里吃饭。当然，事先了解一下朋友喜欢吃什么，不吃什么，有没有吃素，有哪些食物过敏，都是必要的。值得一提的是，很多德国人对于食物的口味有一定的执着。从他们的早餐可以一辈子都吃面包，而且吃差不多口味的配料，可以看得出来。有某一部分的德国人，我不是说全部哦，对于自己不熟悉的食物的接受度并不是很高。如果你心血来潮要做一桌台湾料理请德国人吃的话，最好还是事先询问一下人家愿不愿意尝试。有一些德国人对于自己不熟悉的食物，他是根本连试都不想试哦。不需要觉得难过，也不需要太惊讶，因为他们就是这么直接。他们只是表达个人对某种食物的喜好而已，并不是不喜欢你这个朋友。Yeah, I would like to go with you. Yeah, I'm serious. My parents would be very happy if you guys come. Okay. My mother and father would be like, yes, Timmy's coming. Because they really like you guys a lot. You know, 如果你已经吃饱了，就诚实而有礼貌的拒绝，不需要把自己吃得很撑。visit in your life. You have to. Once You have to once in your life. you need to see what is the nature. Yeah, Uh, it is. Can I The nature describe? here, It's open or the, yeah. Yeah. it's not the It's nature. not the same. It's not the It's same. not the same. It's No. not the same. No, you know, also the animal, and not only the animal and everything. So it's all it's nature. The beautiful thing about that, what I feel, is that everything fits together because everything is in their own, you know, they have like an order. It's structured, and that's what I like about it. Yeah. You know, you need to discover every corner. Yes. This morning I went to jogging. One ray saw me and ran away. Wow. So if I'm in Africa Yeah. and maybe a monkey or anything, Yes. they saw me and they just say, They watch you. Yeah, Yeah, they watch you. Yeah, that's what they do. Remember they did with us? They stole. yeah, it's They totally stole. different. Yeah, it is. Totally different. Also the behavior of the animal Yeah. True. is totally different. Not only the nature is different. No, it's true. No, because that's what I'm trying to. That's exactly what I try to say. The harmony between nature and between people. It's like it's so rural, but it's still like very. That's why I say there's a structure. There's an order. They know how. You know. It's like the circle of life. Like Yeah, Lion King would Lion say. King. Yeah. It's really difficult to describe. Yeah. 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德国人还蛮好相处的，因为他们都会蛮直截了当的表达自己的想法，没有那么多不好意思和人情世故。每个人的想法和喜好都应该是能够被尊重、被理解的。我觉得台湾人有可能会因为不好意思拒绝主人的好意，忍耐着吃了自己不喜欢的东西，其实真的没有必要勉强自己。von George Philipp Telemann. Sehr schön.
Zugabe. Was sagt immer die Dörte noch? Was man danach macht? Ah. Mit Zähnen einmal. Ja. Super. Super. Kind 都快跟黄俊一样高了，还是一样高？你们一样高？比我还高吧？ Vielen, vielen Dank. Sehr schön. 差不多了，一样高。 Warum? Oh doch, Ist größer. Kinder ist ein bisschen Kinder ist größer. größer. Ja. Kenlos und 到德国人家里吃饭，当然我们也会带一点伴手礼。最常见的伴手礼就是花束跟酒。在德国送礼的原则就是礼轻情意重，通常比较看重的是心意，所以手做的礼物会是首选。如果不是手做的话，也千万不需要去买很贵重的礼物。以去人家家里吃饭做客的伴手礼来说，带一束大概5块钱欧元左右的花，或是盆栽，或是一瓶也是差不多5块钱左右的酒，就已经是一个非常适当的礼物了。桌上的这瓶酒就是他们这次带来送给我们的伴手礼。另外，德国人一般都蛮注重个人隐私。如果你受邀去人家家里吃饭的话，你的活动区域大概就是只有客厅、饭厅这个范围。如果主人没有带你去逛他们的其他房间的话，基本上他们的卧房都是私人领域，千万不要自己探头探脑到处乱逛，这是非常没有礼貌的哦。如果你去拜访的是有小孩的家庭的话，要稍微注意一下，不要留到太晚，因为德国小孩都很早睡。如果你太晚还不离开的话，就会影响到他们小孩的睡眠时间。德国人在见面的时候还有告别的时候，都会跟在场的人一一拥抱一下，那么我们也入乡随俗吧。今天非常谢谢你的观看与陪伴，那我们下次见喽，拜拜。